在国外逛超市，总有种花钱如割肉的错觉，想吃口新鲜的绿叶菜，按颗计价还贵到心疼；想做到家乡菜，一瓶正宗调料能抵半顿饭钱。就连普通的零食小吃，也因为进口税标着天价。直到回国走进超市，才发现快乐可以如此简单。这5样在国外让我们望而却步的高价货，国内居然便宜到随便拿。这种不用精打细算的购物自由，才是只有回国才懂的专属快乐。在澳洲第3年，当我第 N 次在亚超的冷柜前，为了一包300克的冷冻荔枝肉犹豫，标签上赫然印着12.99澳元，约合人民币60元。我的胃和钱包同时发出尖锐的疼痛。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家乡盛夏，街边小贩推着3轮车，荔枝堆成小山，挂着水珠。喇叭里循环播放，荔枝10块钱3斤，不甜不要钱。这不是幻觉，而是一种只有海外游子才懂的价格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些东西在你拥有时觉得理所当然，失去后才发现他们在国内的白菜价原来是生活赋予我们最慷慨的馈赠。今天就盘点5样让所有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破防的天价 vs 白菜价单品，看看你的乡愁值多少钱。1. 水果刺客，荔枝绯杨梅，1口1元的奢侈，同样是夏日里的时令鲜果。荔枝和杨梅在国内是平价解暑神器，到了国外超市却摇身变成水果刺客，价差最高能达到10倍以上。核心原因就藏在供应链产地属性和消费市场里。国内当季白菜价实现水果自由，每年5到7月荔枝、杨梅集中上市时，国内市场的价格堪称亲民天花板，产地直供加供应链成熟。广东、广西、福建是荔枝核心产区，浙江、云南是杨梅主产地。鲜果从枝头采摘后，通过冷链物流24到48小时就能直达超市、菜市场，中间环节少，损耗率低。终端售价接地气，普通荔枝零售价每斤5到10元，杨梅每斤8到15元，批发市场的批发价更低，甚至能做到每斤3到5元。遇上丰收季，街边小摊还会出现10元3斤的促销，几十块钱就能拎回一大袋，轻松实现荔枝自由、杨梅自由。消费基数大，作为国民度极高的时令水果，荔枝、杨梅的消费需求旺盛，规模化种植和销售进一步摊薄了成本。国外从平价鲜果到奢侈水果，每一步都在加价。在欧美国家的超市、亚裔商超里，荔枝和杨梅的价格会让人大跌眼镜。妥妥的水果贵，足进口关税加长途冷链，成本翻倍。这2种水果都属于易腐生鲜。从国内出口到国外，需要经过严格的检疫报关流程，关税、增值税等税费加起来能占到成本的30%、-50%。同时，全程冷链运输，海运加陆运的费用高昂，还要承担运输途中10%、-20%的损耗率。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售价上。终端售价高到离谱，在美国沃尔玛、英国 Tesco 等超市，一盒200G 左右的荔枝，售价可达8减15美元，折合人民币60到110元，换算成美金的价格约150到280元。杨梅更贵，由于保鲜难度更高，一小盒150G 的杨梅能卖到10月18日美元，折合人民币70到130元，美金价格突破200元。小众消费，溢价空间大。在国外，荔枝、杨梅属于小众异国水果，主要面向亚裔群体和尝鲜的本地消费者，需求相对小众。商家会通过高溢价来保证利润。国内靠产地直供加规模化销售，把生鲜水果的性价比做到极致。国外受限于关税、冷链成本、小众需求，让原本平价的时令鲜果变成了天价奢侈品。也正因如此，不少海外华人感叹，想吃一口家乡的荔枝杨梅，实在太费钱了。2. 蔬菜贵族，莲藕非新鲜菌菇，中餐灵魂的代价，作为餐桌上的家常食材。莲藕和新鲜菌菇在国内菜市场是人人买得起的平价鲜货，可漂洋过海到了国外超市，却摇身变成标价不菲的蔬菜贵族，价差动辄达到5减10倍。这背后的核心逻辑藏在食材特性、供应链成本和市场定位里。国内家常食材平价易得，在国内的菜市场、生鲜超市里，
莲藕和新鲜菌菇是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的亲民食材，价格始终保持接地气的水平。产地密集加供应链短，莲藕在湖北、江苏、山东等省份有大规模种植基地，新鲜菌菇、香菇、金针菇、蟹味菇等则依托各地的食用菌产业园实现工厂化培育，产地直供的模式大幅压缩了中间环节，从田头非菌房到零售终端，物流成本低，损耗率可控，进一步拉低了售价。终端售价亲民接地气，带泥鲜莲藕的零售价普遍在每斤3到6元，遇上上市旺季，甚至能低至每斤2元。新鲜菌菇按品种不同，散装售价在5到10元飞包，约200G。盒装精品菌菇也不过每斤15到20元，普通家庭轻松实现菌菇莲藕自由。消费需求旺盛，规模化摊薄成本，莲藕煲汤、清炒、菌菇涮火锅、做配菜，都是国民度极高的吃法。庞大的消费基数支撑了规模化种植和销售，形成量大价优的良性循环。国外从家常鲜货到进口奢侈品，层层加价是关键。在欧美国家的超市、亚裔生鲜店里，莲藕和新鲜菌菇的价格会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妥妥的蔬菜刺客，进口门槛高，税费成本叠加，莲藕和新鲜菌菇都属于易腐生鲜，出口到国外需要通过严格的植物检疫、食品安全认证、检疫费用，报关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加上进口关税、增值税，光是通关成本就能让食材的基础价翻倍。长途冷链加高损耗，推高物流成本，从国内产地到国外超市，需要全程冷链运输，海运或空运。空运的运费成本极高，海运则耗时久。两种方式都会产生15%、-30%的损耗率，腐坏的食材成本最终都会分摊到合格产品的售价里。小众定位，溢价空间大在国外。莲藕和新鲜菌菇属于小众异国食材，主要消费群体是亚裔移民和追求多元饮食的本地人，需求相对小众。商家为了保证利润，会进一步抬高售价，真空包装的莲藕在国外超市标价可达5-8美元飞磅，约合每斤40到65元。一小盒150G 左右的混合菌菇，售价能达到6-10美元，约合每斤25到40元。这个价格是国内同类食材的5-10倍。国内靠本土规模化种植加短链物流，把家常食材的性价比做到极致。国外则受限于进口税费加长途冷链加小众市场，让平价鲜货变成了高价奢侈品。3. 调味品王者老干妈非李锦记，熟悉的滋味溢价，作为国民餐桌上的调味常客，老干妈辣椒酱和李锦记酱料在国内是性价比极高的。厨房刚需，可一旦走出国门，就成了海外超市货架上身价倍增的中式调味代表，价差普遍达到3-8倍。这背后的核心原因藏在跨境供应链、品牌定位和市场供需里。国内平价刚需，家家必备，在国内的超市、便利店甚至小卖部，老干妈和李锦记的身影随处可见，价格始终贴着亲民标签，本土生产加密集。分销成本可控，老干妈扎根贵州，依托本地辣椒原料建立规模化生产线。李锦记则在广东、江苏等地布局生产基地，原料采购、加工生产、仓储物流都在本土完成，省去了跨境运输的高额成本。同时，两大品牌的分销网络遍布全国，从工厂到零售终端的中间环节极少，进一步压缩了溢价空间。终端售价接地气，人人买得起一瓶280G 的老干妈经典风味豆豉油辣椒，零售价仅8到12元。李锦记的生抽、蚝油等基础酱料，500毫升装售价多在10到15元。即使是高端的秘制红烧汁、蒜蓉辣椒酱，单价也很少超过20元。普通家庭几十块钱就能囤齐多款调味，妥妥的厨房性价比之王。大众消费市场薄利多销走量，无论是家常菜调味还是小吃摊，餐馆的批量采购，老干妈和李锦记的需求都极其旺盛。品牌靠薄利多销的策略抢占市场份额，规模化生产进一步摊薄了单品成本，形成低价肥高销量、肥更低成本的良性循环。国外从平价调味到进口轻奢，层层加价是关键，在欧美、澳洲等国家的亚裔超市，甚至主流商超里，老干妈和李锦记的价格会让不少消费者啧舌。妥妥的调味刺客，
跨境物流加关税壁垒，成本翻倍，这2款酱料要进入海外市场，首先要承担高昂的跨境运输成本、海运的集装箱费、清关费、空运的高额运费，再加上目的国的进口关税、增值税，往往会让产品的基础成本直接翻1减2倍。此外，海外仓储、本地配送的费用也会叠加到终端售价里。小众市场定位，溢价空间拉满在国外。老干妈和李锦记属于小众中式调味，主要消费群体是亚裔移民和喜欢尝试异国风味的本地人，市场需求相对有限。商家为了覆盖运营成本并赚取利润，会进一步抬高售价。一瓶280G 的老干妈，在北美超市售价可达8减12美元，折合人民币60到90元，是国内价格的6减8倍。一瓶500毫升的李锦记生抽，标价多在5减8美元，折合人民币35到60元，是国内价格的3减4倍。甚至在一些便利店小包装的老干妈还会按1小勺的分量加价售卖，品牌附加值加持，身价再上涨。随着中式美食在海外的流行，老干妈和李锦记逐渐从普通调味升级为地道中餐代表。自带的中国风味标签让他们拥有了更高的品牌溢价。部分商家还会将其归类为高端进口食品，放在专门的货架上，进一步推高了消费者的心理价位。4. 日用神器搓澡巾、非超薄纸巾，生活习惯的硬核壁垒。作为国人生活里的平价日用小物，搓澡巾和超薄纸巾在国内超市的货架上常年贴着白菜价标签，可一旦漂洋过海到了国外市场，就摇身变成售价翻倍的小众刚需品，价差普遍达到3减10倍。这背后的核心逻辑藏在供需差异、跨境成本和市场定位里。国内平价刚需，人人用得起，在国内的超市、便利店、电商平台上，搓澡巾和超薄纸巾是名副其实的国民日用品，价格亲民到几乎不用犹豫。规模化生产加完善供应链，成本压到最低。搓澡巾的生产集中在纺织业发达的江浙、山东等地，从棉纱织造到纹路设计都形成了成熟产业链。超薄纸巾则依托国内庞大的造纸产业集群，原料采购、加工生产、仓储物流的环节都高度集约化，本土生产省去了跨境运输的高额成本，加上厂家之间的良性竞争，进一步拉低了终端售价。终端售价接地气，性价比拉满，一条加厚防滑的搓澡巾，零售价仅5到15元，赶上促销还能做到10元3条。一包100抽的超薄纸巾，价格低至1到3元，家庭装整箱购买的话，单包均价甚至能跌破1元。无论是日常家用还是外出携带，都属于闭眼买不心疼的范畴。全民刚需属性，走量带动低价搓澡巾是国人洗澡的必备神器。超薄纸巾则是家庭、办公、出行的日用消耗品，庞大的消费基数支撑起薄利多销的模式。厂家靠规模化生产摊薄单品成本，商家靠高销量提升利润，最终形成低价非高需求非更低成本的良性循环。国外从平价小物到进口稀罕货，层层加价是关键在欧美、澳洲等国家的超市、亚裔杂货店甚至电商平台上。搓澡巾和超薄纸巾的价格会让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妥妥的日用刺客。跨境物流加关税壁垒，成本直接翻倍，这2类日用品要进入海外市场，首先要承担不菲的跨境运输成本，海运的集装箱费、清关费，空运的高额运费，再加上目的国的进口关税、增值税，往往会让产品的基础成本翻1减2倍。此外，海外仓储的租金、本地配送的费用都会叠加到终端售价里。小众需求加认知差，溢价空间拉满在国外。搓澡巾属于小众洗护工具，仅在亚裔群体和追求深度清洁的小众圈子里流行。超薄纸巾则因为轻便省空间的特性，被归类为精致生活好物，而非人人必备的消耗品。需求小众意味着销量有限，商家为了覆盖运营成本并赚取利润，只能大幅抬高售价。一条普通的搓澡巾，在北美超市的售价可达8减15美元，折合人民币60到110元，是国内价格的6减10倍。一包100抽的超薄纸巾，标价多在3减5美元，折合人民币20到35元，
是国内价格的10倍以上。甚至在一些精品超市，带有花纹设计的搓澡巾会被当作轻奢洗护单品，售价突破$20。品牌附加值加持，身价再上涨。随着中式生活方式在海外的小众流行，搓澡巾这类中国特色日用品逐渐被贴上新奇好物的标签，自带的异域属性让它拥有了更高的品牌溢价。部分商家还会将其包装成网红洗护工具，进一步推高消费者的心理价位。国内靠规模化生产加全民刚需市场，把日用小物的性价比做到极致；国外则受限于跨境物流税费加小众市场定位，让平价神器变成了高价稀罕货。5. 治愈系碳水，新鲜包子、肥馒头、肥豆浆，清晨的烟火气无价。作为国人早餐桌上的黄金搭档，新鲜包子、馒头配豆浆。是接地气的平价美味，可到了国外市场，却成了标价不菲的中式限定早餐，价差普遍达到5减10倍。这背后的核心逻辑藏在食材特性、供应链成本和市场定位里。国内国民早餐实惠到闭眼买，在国内的早餐铺、菜市场、便利店，包子、馒头和豆浆的组合是刻进日常的平价碳水，价格始终保持亲民水准，本土产销加短链供应。成本可控包子、馒头的核心原料面粉、酵母、豆浆的原料大豆，都是国内大规模种植的农产品，采购成本低，制作环节高度本土化。早餐店中央厨房就近生产，省去了长途运输和保鲜的高额费用。从生产到售卖的供应链极短，没有过多中间环节加价，进一步压缩了成本。终端售价接地气，人人吃得起。街边早餐铺里，一个新鲜肉包、肥菜包售价1到2元，馒头低至0.5到1元，一杯现磨豆浆1到2元，一套2包子加一杯豆浆的早餐组合5元以内就能搞定。即使是连锁品牌的精品包子，单价也很少超过3元，妥妥的打工人早餐性价比之王。刚需高频消费、薄利多销走量包子、馒头、豆浆是国人早餐的主流选择，消费需求庞大且稳定。早餐店靠高销量、低利润的模式盈利，规模化的产销模式让食材采购、制作加工的成本进一步摊薄，形成低价非高需求、非更低成本的良性循环。国外从国民早餐到中式轻奢，层层加价是关键在欧美、澳洲等国家的亚裔超市、中餐厅或早餐店，包子、馒头和豆浆的价格会让不少消费者啧舌妥妥的碳水刺客。食材保鲜加跨境运输，成本翻倍。新鲜包子、馒头属于短保质期食品，想要远销海外，要么采用冷冻锁鲜技术，要么空运缩短运输时间。冷冻工艺会增加加工成本，空运则会让物流费用暴涨，加上大豆、面粉等原料的进口关税、清关费用，产品的基础成本直接翻2减3倍。小众市场定位，溢价空间拉满。在国外，包子、馒头配豆浆属于小众中式早餐，主要消费群体是亚裔移民和想尝试异国风味的本地人，市场需求相对有限，商家为了覆盖冷链仓储、本地配送的运营成本，只能大幅抬高售价。一个冷冻包子、非馒头，在海外亚裔超市售价可达2减3美元，折合人民币15到20元，是国内价格的10倍以上。一杯现磨豆浆标价多在3减5美元，折合人民币20到35元，比国内贵了10倍不止。若是在中餐厅点一份包子豆浆套餐，价格甚至能突破10美元，堪比一顿简餐的花费。异域早餐标签加持，身价在上涨。随着中式美食在海外的流行，包子、馒头这类传统早餐逐渐被贴上地道中国味的标签，自带的文化属性让它拥有了更高的品牌溢价。部分商家还会将其包装成健康养生早餐，进一步推高消费者的心理价位。国内靠本土食材加就近产销，把国民早餐的性价比做到极致。国外则受限于冷链物流加关税成本加小众市场，让平价碳水变成了高价轻奢早餐。我们买的到底是商品还是生活的入场券？所以每次回国冲进超市或菜场，那种扑面而来的由丰富选择和亲民价格构成的幸福感，不仅仅是省钱的快感，
它是一种主权在握的踏实，你对生活细节的掌控力，瞬间从海外的小心翼翼，恢复了国内的大刀阔斧。这就是只有回国才懂得最具体也最澎湃的快乐。它不是简单的消费，而是一次对生活本身的重新确认。原来那些构成日常幸福的碎片，从未远离，它们一直在这里，以最慷慨的姿态等你回来。如果这份价格震撼清单也戳中了你，关注我，带你用经济的眼光看懂全球生活的隐藏代码。在评论区留下你最怀念的国内白菜价神器，看看有没有同道中人。